赤党头人，我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我的儿子！我求助了36个国家的暗示，他们都说只有手里人出手，我儿子才有可能活着回来。哦，是吗？你儿子怎么了？地下排名世界第1的血狼恐怖组织绑架了我的儿子，他们向我索要10个亿的赎金呢。10亿赎金对霍首府来说不算什么吧？血狼组织一拿到赎金就会撕票的。我求求你，救救我的儿子！只要您肯出手救回我的儿子，我们整个老霍家以后都会为你做牛做马的。你霍天豪自发家以来，也算是做了不少好事，今日就破例帮你一次，记住，下不为例。多谢首领，多谢首领。喂，扫地的贱人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，赶紧滚！我这个扫地的，今天来要你们的命！找死！给我射他！既然你们找死，我就成全你们！记住，下辈子别小瞧扫地的。有情况。给我出来，不然我割断他脖子！你威胁我？我这些兄弟全都是从尸山血海里闯出来的，能轻易打败他们的，除了传说中的赤凤首领，我想不到其他人。你就是赤凤，对不对？既然知道我是赤凤，还不放人？既然赤凤你今天亲自来了，我也没有谈判的资本了。若是我死之前能破坏了你的营救计划，也算是打败了你的不败传说了。所以，他必须死！我赤凤想救的人，谁都不能让他死，阎王来了都会醒。您就是传闻中的赤凤首领，没想到这样的年轻漂亮。走吧。听说赤凤首领您在武道、医术、金融等36个领域都是世界顶尖的水平，而且世界地下组织杀手之王比尔斯都是您的徒弟。比尔斯不是我徒弟，我只是指导了他3天而已。这好了，我就不过去打招呼，走了。首领，怎么了？冒昧的问你一下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怎么？你要给我介绍？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你啊，太弱，没兴趣。赤凤首领，跟您比起来，全天下的男人都很弱了。宁小姐，总算联系上您了。怎么了，高管家？有什么事儿吗？老爷，昨天晚上怎么了？什么？老爷留下遗嘱，他名下所有的股权都由您来继承。明天会为老爷举行最后的葬礼，您快回来吧。好，我立刻回国。
注意安全啊！爸爸开始走了，驾，坐好了啊！安宁，别闪着爸爸腰了。快是了，小娟，难得陪安宁玩玩，来，坐好了，咱继续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想看到你。安宁，我妈当了你一辈子小三儿，我一直被人说是私生女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。你还要害我们到什么时候？安宁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要狡辩了，我和妈都不想见你，自己滚吧。安宁，安宁，安宁。你就是大姐。我关注过乔家，知道她是父亲和原配生的小女儿乔雪，但她怎么会认识我？大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认识我？我当然认识你了，爸总跟我提起到你，说你是我们的大姐，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以后财产分割什么的都会有你的一份。他真是这么说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有一次哥不服气，还跟爸起了争执，爸把他打了一顿，后来他们两个还冷战了半年多。大姐，快跟我回家吧。啊。哥，哥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是你通知这个贱人回来的，对吧？你认她做大姐了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良心？你这么做，对得起妈的在天之灵吗？老爷将家族重担全部寄托在了宁小姐身上，若她连这点小问题都解决不了，那我只好拿出老爷的另一道遗嘱了。站住！这里是我家，你这个野种没资格进去。野种？难道不是？下次见我的时候，记得叫我大姐。如果再让我从你嘴里听到“野种”两个字，你这个野种敢打！你们他妈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野种给我打死！哥，干什么呀？快让他们住手啊！快点啊！闭嘴！给我打！这宁小姐怎么处事这么灵活？哎，还是要老头子我出面。哎，这……啊！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如果再在你嘴里听到那两个字，我割了你的舌头！我们走。程宁，算你厉害，这场葬礼有你没我。高七不是喜欢你吗？那就让你们两个女儿给他养老送终吧。哥，我们走。宁小姐，刚才的戏好看吗？
我听说二叔流浪在外的那个野种今天回来了。这天少爷，快一边去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也罢，看宁小姐怎么处理。老爷生前最担心的就是三房了。二叔活着的时候见不着人，死了分家产的时候，你倒是回来了。二叔活着的时候见不着人，死了分家产的时候，你倒是回来了。震天哥，你如果是来吊唁我父亲的，那么我欢迎你；如果你是来捣乱的，那么我请你出去。嘘，大人说话的时候，小孩别插嘴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一边待着去。你，小雪，有大姐在，你不用跑。你就是我二叔留下的那个野种吗？看来你还不太了解我啊！我在外面也惯了，脾气很大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他妈！这个手轻轻一动，他就是一个死人了。你们确定要冲上来吗？别动，别动！今天是我爸的葬礼，如果你们前来悼念，那我欢迎；如果你们好好说话，我们也可以继续交流。不过，你要是满嘴里喷饭，我不建议叫你做人。好，算你死。咱们还是聊正事儿。这是1个亿的支票，只要你签了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书，这1个亿就是你的了。你怕不是没睡醒吧？我爸留给我的股权市值100亿，你想用1个亿买走？对，大姐不能签。是，这股权是价值100亿没错，但是乔妮，你确定你有命吗？什么意思？乔家家族庞大，涉及黑白2道各方势力，你一个没名没分的私生女，握得住那么大的财富吗？你要是真的聪明，就拿走这1个亿，这辈子衣食无忧啊！你要是不签怎么样？不签，到时候鸡飞蛋打，你连这条小命都保不住，怕是要人财两空啊！是吗？那我们拭目以待。求你啊，你非要不识抬举吗？这可是你唯一翻身的机会。看来你还不是太了解我，从来都是我给别人机会，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，离我越远越好，不然到时候死的时候后悔都来不及。死鸭子嘴硬，那咱们就骑驴看唱吧，走着瞧。赶紧给我滚！你给我等着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！我要是不能让你跪着把股权交给我，以后我三房就不姓乔。走。宁小姐，二少爷人呐，老爷的葬礼他不出现，恐怕是不太妥啊。我会把他找回来的。这灵堂怎么这么冷静？我记得爸生前最喜欢热闹。亲朋好友呢？公司董事呢？怎么不来悼念？三叔和大伯生前跟爸斗得很不愉快，现在爸不在了，三叔就发话了，说要是谁敢来悼念父亲，就是跟他作对。所以岂有此理！再大的恩怨又如何？人死为大。况且爸孩子是他们的亲兄弟，既然大房和三房这次确实是太过分了。老爷在世的时候，他们还有所忌惮，现如今二少爷更争气，雪小姐又太年幼，所以他们才敢这般的肆无忌惮。高管家，通知下去，爸的葬礼推迟到3天之后举行。另外，我明天将以公司大股东身份召开董事会。大姐，还是别召开了，那些董事是不会配合的。是啊，宁小姐，他们现在只听大房和三房的。这你不用管，尽管通知下去。如果他们敢不来，我就把我的所有股权转让给公司员工。宁小姐，大房和三房
对您的股权一直是势在必得。一旦把他们都转给了员工，他们也就无力回天了。这招高啊！小雪，我们走。大姐，去哪儿啊？去找你二哥。除了乔瑶，所有人都给我滚出去！娘，你他妈谁啊？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你管得着吗？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你管得着吗？我的手！哎，你这娘的你！走。乔娘，我知道你厉害，你很能打，可在哪里玩应该是我的自由吧？想让我回去给那老东西送终，不可能，除非你把所有的股权都给我让出来。股权是不可能给你的，你还不如好好想想，爸爸为什么会把他名下所有主权都转让给我？那是因为他眼瞎。那是因为你太废物。你敢说我是废物？你不光是个废物，你还是个超级大废物。如果不是你废物，大房和三房为什么这么肆无忌惮？你够了！你凭什么说我是废物？这样吧，乔阳，各凭本事，拿你最擅长的跟我比，无论什么，只要你赢了，我就把主权全部转让给你。当真？绝对当真。那就摇骰子。大姐，不行，二哥他摇骰子很厉害的，说摇几个点摇几个点，不能跟他比。你自己说的话，可别反悔。放心吧，大姐心里有数。开始了。6个6，至尊点数。乔娘，你输了，自己说的话可别反悔。回去啊，乖乖把股权转让给我。今天大姐就给你上一课，那就是事情没有尘埃落定之前，不要高兴太早。故弄玄虚。哎，我这是至尊点数，你就算再会摇骰子，最多也就跟我平手罢了。自己看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好比你多一个点。这怎么可能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没什么不可能的。你输了，我们走吧。啊不，我不回去。我听说了，明天你要开董事会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想当董事长？董事长这个位置我不在乎，但是我必须要假扮的葬礼，热热闹闹，风光大办，所以我要提前坐上这个位置。你这是在找死！你知不知道，乔震天就是个十足的疯子。暗神殿的首领那是乔震天的拜把子兄弟，只要乔震天愿意，他想杀死我们，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。暗神殿，那可是地下世界里的活阎王啊！哥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，之前有一个二世祖，因为一份合同，就是暗神殿出的手，一夜之间，就一夜，二世祖整个全家直接蒸发掉了。我不回去，打死我都不回去。有我在，阎王也是蝼蚁。走吧。你放屁！我不回去。小雪，你也别跟他回去，他想送死，就让他一个人去。你要是不走，今天我就打死你！你要是不走，今天我就打死你！走！哎，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！喂，是安王大哥吗？对，是我，乔震天。明天我们乔氏的董事大会上，我想让你帮我处理一个人。哎，好。乔娘，你太跳了，居然还想当董事长，你这是找死啊！
就明天一切按计划行事，若有异动，格杀无论。是首领，3000此事已整个担待。宁小姐，您赶紧走吧。真田少爷这次动了真怒，带着暗神殿的高手来了。是吗？妈等什么？快走啊！暗神殿，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。跟我走。大姐，咱们一起走走。走着吗？今天的董事大会是我召开的，还没开始就走了，岂不是闹笑话了？宁小姐，您别闹了。暗神殿那帮人可都是屠夫啊！你一个女人家，就算是会点功夫，那跟那些刽子手比，那也是匹夫悍术啊！慌什么？暗神殿的人在我眼里不过是一群土鸡瓦狗。今天就算暗神殿店主来了，也得像狗一样伏在地上。宁小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胡说八道啊！啊！你们不走，我走。我不想和你们一起死在这里。今天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别想走。今天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别想走。各位董事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那二叔流落在外的私生女。这个小姑娘长得挺好，就是不太懂礼貌，见了这些叔叔辈的也不懂得叫人。谁说不是呢？站那儿跟木头似的。哎，老董事长走了以后呀，他几个孩子呀，没一个能撑起门面。咱这乔氏集团啊，说起来也就只有郑天少爷能撑得起来。这新董事长，我看就不用选，就郑天少爷来当最合适。对，支持郑天少爷，支持郑天少爷，支持郑天少爷。还记得我昨天跟你说过的话吗？你已经错过了这辈子唯一翻身的机会。今天我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是吗？怎么不相信啊？你在我眼里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，你让我信什么？还在冥顽不灵？好啊，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手段啊！乔妮小姐，有件事我要很遗憾地通知你。有屁快放！乔小姐，我宣布董事长留给您的股权协议作废，那些股权啊，您拿不到。是吗？那是我爸留给我姐的，你们凭什么拿？因为董事长生前立遗嘱的时候，我和金虎是他请来的公证人，老夫可以证明，当时董事长已经病重，神情恍惚，所以他的遗嘱不能生效。不错，一个精神病的遗嘱怎么能生效呢？乔小姐，您也听到，根据我国法律，董事长的遗嘱无效。况且董事长在生前并没有让您认祖归宗，你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私生女，所以于情于理都没有继承权。好毒辣的手段，这下宁小姐没路走了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们这是在抢又怎么样？你能奈我何？啊！我的私生女堂姐，你听清楚了吗？由于我的二叔是个精神病，所以他转给你的股权无效，那么也就意味着你出局了。这就是你的手段？不，这只是一点开胃小菜，大菜还没上。既然你这么着急，我先给你上两。刘长老，把他的双手双脚全都打断，然后空运到无人区去喂野狼。是，战天少爷。天宁哥，股权你已经拿走了，就放过大姐吧，我求求你了。大不了我的股权也给你，行不行？你的股份你不给，迟早也是我的。去，还有你们二房全部的股权都得是我的。真田少爷，你已经赢了，大家都姓乔，你就不要再赶尽杀绝了吧。机会我已经给过他了，是他自己不珍惜。你个老东西，要是不想死的话，滚一边待着去。老爷生前说让我不惜一切保护小姐，有老夫在，你们休想伤害她。林小姐，我拦住他们，你快走。高管家，
大姑姑，找死！高爷爷，高爷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吓我。少爷，小姐，对不起，我没用，保护不了你们。只要你们3个一边学狗叫，一边爬出这个大厅，我还能考虑再给你最后一机会。大姐，我们跪吧。跪吧，不跪等死吗？不许跪！不跪，想跟那死老头一起办葬礼吗？朴震天，我想过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但是你自己作死。那我今天就告诉你，我到底是谁！你一个私生女，学了一点3脚猫功夫，真把自己当大侠了？好，那我先让你见识见识老子的手段。刘长老，把他的双手双脚全部打断，让他现在跪在我面前。贱人，去死吧！不要！李小姐，谷子，谷子。居然能以形化气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死丫头，到底什么来路？大姐，你真厉害！倪小姐，太好了。本来吧，一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什么权力争斗，这些我是真的不擅长。可是到现在，你告诉我这就是商战，这么玩的话，那我可太会了。贱人，你别张狂！你以为你赢了吗？4大雪杀，给我拿下他！是。大姐，有大姐在，这天塌不下来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不是说让我们3姐妹给你跪下吗？置我于死地是吧？是不是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跟你说过，不要来招惹我？薛小姐，你赶紧劝劝你大姐，是众目睽睽的，她真把震天少爷杀了，她自己也难逃法网呀。是啊，大姐，咱不能杀人啊！差点把你这个畜生给忘了。你这是非法！我现在知道你是个律师了，现在懂法律了。刚才的时候怎么连个屁都不敢放？林小姐，你这么做后果很严重啊！高管家说的对，我差点都给忘了，这是在棚内。小宁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敢这么对我吗？哎，高管家，你看到没有？像这种狗，你稍微一松手，它就会继续咬人了。我看还是杀了的好。贱人，你赶紧把我们震天少爷放了！你可知道，震天少爷跟我们安王大人可是结拜兄弟。如果今天杀了他，你们兄妹3个会死得很惨。蠢女人，听到没有？赶紧放了他！他真是安王的结拜兄弟，他要死了，我们会被连累死的。蠢货，跟你说话呢，放开他！你又打我！乔阳，乔震天刚刚要杀我们的时候，你怎么一声都不吭？现在倒是有勇气了哈！你不要以为我是你大姐，你就可以肆无忌惮。你再给我碎一句嘴，我就割你的舌头！还有，以后尊称我为大姐，你也展现我们2个之间有血缘关系。你可以叫我一声大姐。外面有多少人匍匐在我脚下，跪在我面前，只是为了让我多看他们一眼。你想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通知我大哥暗王了，等他一来，我都说了，暗王算个什么东西？他来了也得照样跪下。
王旺，你个贱人！你竟然敢侮辱我们安王大人！你找死！你刚刚叫了我3声贱人，你叫1声贱人，我就断你1条胳膊；你刚刚叫了3声贱人，我就要你2条胳膊1条腿。如果你再敢喊1声，1条腿就没了。按你所说的，还喊了你5声贱人，那该怎么办？还可以试试啊，试试不就知道了？你吓唬谁呢？你以为有点本事就可以挑战我们暗神殿吗？暗神殿有8大宗师高手横扫天下，安王大人更是神境高手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再说一遍，就算暗王来了，在我面前也得跪下。这是谁这么大的狗胆，竟然敢让本王下跪！完了，这回真死人了！强尼啊，你他妈完蛋了！我大哥来了，今天就是谁来了也他妈救不了你！大姐，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天塌不下来。拜见安王大人。免礼。哎，大哥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刚才口出狂言，说就算是您来了，也得给她跪下。她还说您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找死！哼，没想到你这女人还倒是有几分本事啊！这样，只要你现在跪在本王面前，给我把鞋子洗干净，这样我可以饶你，甚至还可以考虑收你为小妾。怎么？莫非你觉着自己有几分本事，就能与本王的暗神殿作对？这婊子实在是太张狂了，您不给她点颜色瞧瞧，她不会服你的。你到底是跪还是不跪？你要不要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我到底是谁？我管你这臭娘们是谁，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老子也得让他给赤凤首领。行啊，不错呀，都敢让我给你跪下来，还给你舔鞋，当你的小妾是吧？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你这么厉害，以前还真是小瞧你。大哥，您在说什么呀？什么赤凤首领？你搞错了吧？她就是我们乔家流落在外的一个私生女，你怕她干什么？干她呀！哎呀，你个狗东西，老子可被你害惨了！赤凤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我1条狗命。饶你？看来你还是不太了解我呀。安王大人，你这是跪下，全都给老子跪下！宁小姐到底什么来头啊？大姐居然这么威风！感情这个女人没有在吹牛。暗王，我好久都没有这么生气，你知道我生气会是什么后果？赤凤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的手下叫柳生是吧？他今天叫了我3声贱人，我承诺废掉他2条胳膊1条腿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。师傅大人，这样您能饶了我？带着你的人给我滚！谢谢师傅首领。走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我不管你背后有多大的背景，但我现在是看出来了，你根本就不敢在国内杀人，所以你刚刚才会让暗王去对付柳生，因为一旦你在国内犯了事儿，你就没办法照顾你的弟弟妹妹了。怎么样，被我说中了吧？你这种人在国外肯定不干净，一旦在国内犯事儿，必定后患无穷，所以我笃定你不敢杀我。大姐，这你的脑回路啊，非常惊奇，倒是提醒我了，
暗王应该还没有走远。暗王，给我回来！这什么意思啊？有一点，你的确猜对了。我的手在国内并不想沾血，不过杀了你这样的蝼蚁，还是有很多方法。赤峰首领，您不是答应放我吗？放心，我不杀人。不过，你这个结拜兄弟在我面前跳的舞，我不想再看见他。你知道怎么做？小的明白。大哥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咱俩可是亲兄弟呀！你不提这一茬还好，他妈害死老子了！给我去死吧！住手！住手！暗王，你好大的狗胆，竟然敢杀我们乔家人！你的境界居然达到了神境巅峰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家少爷如今已晋升为龙王殿的无极战神，一个小小的暗神殿，我们抬手可灭。小人参见无极战神。参见无极战神。苍天少爷真是年少有为，年纪不到40岁，武道修为人间，而且还是龙王殿的战神，将来成就不可限量。哎呀，就是我们乔氏集团有康天少爷作为后盾，必定一飞冲天呐！咱们乔氏集团董事长非康天少爷莫属呀！对，非康天少爷，康天少爷，龙王殿隶属地府直接管辖，这是天大的势力啊！没想到大房家的抗天少爷居然成了龙王殿的战神。这你他妈欺负老子！大哥，这个女人就是二叔流落在外的那个私生女，不过她好像有点身份背景。刚才暗王叫她什么？侍奉什么呀？侍奉？看来二叔家也是出了一条真龙啊！没想到你就是那个在国际上让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赤凤首领啊！大家好厉害！没想到大伯家也出了一位龙王殿战神呢。赤凤，我知道你的本事，但是你别忘了，这里是国内，你要是敢乱来，我龙王殿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你给逮捕。届时，就算你有通天的本领，也难逃一死。乔宁，你看到了吧？你注定是要被我拿捏的。有抗天大哥在这里，你要是敢动用不法手段，那你就等着被我们逮捕吧。若是你遵纪守法，二叔的遗产就得被我们冻结在公司的账户上。你们简直就是一群强盗！康天哥，我们都是乔家人，身上流着乔家的血。刚才乔震天逼着我们下跪，还要打断我们的双手双脚，你当时怎么不出现啊？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老子撕了你的嘴！你要是再敢威胁我妹妹，我去撕烂你的嘴！大哥，这个女人3番5次的打我，不能就这么算了呀！行，没打回去。我，乔康天，你早就来了吧？乔震天刚刚得势的时候你不出现，现在他不行了，你出场了，真当我们家的人好欺负是吧？现在事实很清楚，我二叔在立遗嘱的时候精神有问题，所以遗嘱不能生效，而你没有认祖归宗，所以也没有继承的资格。换句话说，你今天根本就没有资格站在这个董事会上。你们也太欺负人了！现在你这个外人可以离开，我们乔家的董事会不欢迎。听见了吗？还不赶紧滚出去！武斗不行，来文的了是吧？不过没关系，无论文斗还是武斗，我都奉陪到底。孙正气、刘金，我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我爸他签订遗嘱的时候，精神状态到底是正常还是不正常？你俩不要怕，有我大哥在这里，没人能威胁得了你们。陶董事长立遗嘱时的确是精神恍惚，老夫一生行事无首无愧于天，就算再危险，老夫也是这句话。不错。朱玄武，审计局办案，前人退避。审计局办案，请诸位配合。孙伟，说说吧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交给我那段录音，还有那张银行卡，我都交给朱队长了。你他妈还录音了？这个不孝子也要气死我呀！张玉柱，
你也说说吧。你把我给你的那张卡也交出去了。我也是没办法呀，咱儿子从国外打电话说老有人在跟踪他呀。朱队长，孙正气和刘金他们私受贿赂，做假证，涉案金额巨大，该如何处置呢？还有乔震天，根据我夏国刑法第305条和第308条，他们2人啊，最少10年有期徒刑。至于乔震天吧，他行贿、污蔑、扰乱司法，并且设计多起谋杀案，这次进去最少也是死刑。大哥，救救我呀，大哥！就你，现在证据确凿，他就你的法，就是扰乱执法，他干预的越多，死的越快。你确定？你可以试试。周队长，你确定要跟我们龙王殿作对吗？战神大人说的哪里话？我们神机局向来是依法办事，这是我们的职责，也是我们的使命，从来没有和龙王殿作对。怎么？难道战神大人你想包庇罪犯？哦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可就要将这件事情上报给我们局长，同时也要汇报给龙王殿的店主。好啊，周旋我会记住你的。来人，将刘金虎、孙正气、乔震天抓起来！啊，不是，你个不孝子，老子让你害惨了啊！我也是没办法，我要是不交出证据，他们就要弄死我。周旋武，听到了吗？乔宁他威胁孙伟的人身安全。孙伟，威胁你的是这位女士吗？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她。听见了吧？这是孙伟第一次见乔小姐。当然了，如果您有确凿证据的话，也欢迎您向我们神机局举报，我们一定会依法办事。好，周旋武，算你狠，以后可别落在我手上。战神大人，咱们啊，彼此带走。大哥，救我呀！大哥！杨律师，我再问你一次，我爸留给我的股权，到底做不做手？做手。那我有没有这个资格召开今天的董事会？哎，有，太有了。那就好。欢迎各位董事前来参加今天的乔氏集团董事大会。按照乔宁小姐的吩咐，今天的大会流程一切从简。现在我们开始票选董事长人选。不用麻烦了，这个董事长的位置我来担任。你们谁赞成，谁反对？乔宁，到底是谁给的你自信？你以为这里还是国外吗？可以让你胡作非为？乔康天，你给我支起耳朵听好，今天这个位置只能我来担任，谁来都不行。是谁在这里口出狂言，要当我们乔氏集团的董事长？大老爷好。大老爷，三老爷，大伯，三叔。乔宁，你还有没有一点礼数？我爸和三叔是你的至亲长辈，你见了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吗？他们两个老东西也配？你大齐，我去，这女人是真猛啊，面子是一点都不在乎吗？我难道说错了吗？我爸死，灵堂上冷冷清清，你们做大哥和弟弟的，难道不知道前去调研吗？还是说我爸生前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儿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什么？我想说，你们两条老狗连畜生都不如。乔宁，你找死！我找死？难不成你想出动龙王殿10大战神和10万守卫军吗？你小贱人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？我说的都是事实。今天诸位董事在场，他们都知道你们做了什么龌龊事。想当年你们年轻的时候，只不过是乡下种田的，是我爸一个人出来闯荡，创下了今天的乔氏集团。大伯，三叔，我爸发达之后就把你们接来乔氏集团工作，给你们买车子买房子，还分给你们股份，对你们不可谓是不好吧？可是你们呢？你们都做了些什么？我的父亲对你们恩重如山，可你们呢？在他病重的时候，拉拢打压排除异己，
他死后还不允许亲朋好友前来吊唁。你们不是畜生，是什么？一条狗，养久了还知道轻视主人。可你们呢，连畜生都不如！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给我撕烂他的嘴！滚！上！乔苍天，怎么？这是文的不行，要来武的了？你目无尊长，侮辱长辈，今日必须教训教训。康天哥，这是要以多欺少是吧？看看曼达，你贵为龙王殿的战神，如今还要让龙卫来围攻我大姐，说不过去吧？康天少爷，一家人没必要这样吧？这个贱人口出狂言，该死！想要我们放过他也可以，现在跪下来给大老爷和三老爷磕头认错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见，有种你就再说一遍。你，乔宁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出手伤我龙王殿的龙卫！你知不知道，就凭这一点，我就可以逮捕你？来呀，来逮捕我呀！我今天倒是要看看，龙王殿到底是地主做主，还是你乔抗天做主？赤凤和神机局的关系似乎不错，难道他在龙王殿也有关系？若是因为这点小事闹得不可开交，店主知道了，只怕还会怪罪于我。怎么，怕我龙王殿也有人？有理的话，就来抓我。乔宁，我倒是要看看你的本事是不是和你的嘴一样厉害。我说话的本事跟我打人的本事比起来，差远了。上！给我破！你应该庆幸你姓乔，不然的话，你现在就已经是个死人了。赤凤首领，你的本事果然是名不虚传呀。不过，你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了，你给我等着！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也配跟我提底线？你滚一边去！今天我要做这个乔氏集团董事长，谁赞成，谁反对？你个死丫头片子，你有什么资格做乔氏集团董事长？就凭乔氏集团是我父亲一手创立的。乔氏集团是我们这些人一起努力才有今天的辉煌。就凭你个私生女也想做这个董事长？这么说，你反对了？不错，我反对。我认为现在之中有资格做这个董事长的只有我大哥乔云峰，我支持我大哥做董事长，支持大老爷做董事长，支持大老爷做董事长，支持大老爷做董事长。你们，臭丫头，看到了吗？这才是人心所向，你赶紧滚吧！以后每年固定拿你的分红就可以。至于公司的事情，还轮不到我来操心。不错，滚出去！什么都不懂，还想当董事长？简直就是个疯女人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闭嘴！你们不要着急，也不要一起反对，不然等我清理垃圾的时候，有些分不清先后顺序，是你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。不错，怎么？难不成还想用强的呀？很好，朱玄武。神机局依法办案，闲杂人等立刻退避。这怎么又来了？难道这家伙是一天24小时为那私生女服务的吗？乔小姐，你好。朱玄武，你们神机局是乔宁的私人机构吗？他让你来你就来，当真是无法无天了。战神大人，乔小姐是我夏国公民，她为我举报罪犯提供证据，我们当然要过来。如果战神大人您也可以为我提供证据举报罪犯的话，我也一样可以为您服务。你，三叔，你猜今天朱队长来是干什么的呀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啊？你的儿子已经完蛋了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庄严的宣判。不过，我猜他一定也很嫉妒，也希望你去陪他。你恐吓我？我恐吓你，应该你要问问自己，你的手上这么多年真的干净吗？
老夫一生行事，俯首无愧于天，休要血口喷人。好一个俯首无愧于天！乔老狗，你这脸皮真是比城墙还厚。属下参见首领。免礼。大姐好威风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女人，我以为她是个从容的主，没想到竟然运筹帷幄。2017年6月8日，你强暴18岁女孩林欣，事后林欣跳楼自杀，你派人毁尸灭迹。乔老狗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做得出这么禽兽不如的事情，你还是个人吗？胡说八道！你诽谤我！他在诽谤我啊！我要告你诽谤！大姐，三叔真的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儿吗？这还是其中一件事情。你以为你做的事情天衣无缝？不好意思啊，你派去毁尸灭迹的人已经被我控制住，他一五一十交代你罪行。另外，你住嘴！闭住！2018年，云南的工地偷工减料出了重大事故，你派人去杀了2个知情人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足够你把牢底坐穿。来人，将邱仁辉给我拿下！慢着！怎么，战神大人是要包庇邱仁辉吗？那我可要跟我们局长好好汇报一下。我倒想看看龙王殿是不是可以无法无天。大哥，救我！康天，救我！弟，你糊涂呀！宁小姐真乃神人呀！第2个反对我当董事的人是谁？请举个手啊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你吧，欧阳叔叔？不是我，我绝对支持宁小姐做董事长。我欧阳然就在这里，谁要是反对宁小姐，就是和我欧阳然作对。欧阳叔叔，你别害怕呀，只要你行得端坐得直，怕神机局干什么？宁小姐，我不是怕你对我怎么样，我就是佩服你，欣赏你。乔氏集团本来就是你爸一手打造的，这个董事长的位置，除了你，谁也没有资格。对，这董事长的资格只有宁小姐有资格做。我支持支持你儿做董事长，支持你儿做董事长。宁小姐万岁！大家安静一下。那你呢？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呀？你不用怕，你的儿子可是龙王殿战士，他保不住3房，说不定能保得住你呢。乔宁，威胁谁呢？这怎么能叫威胁呢？你的父亲要是行得端坐得直，他怕什么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呢。你不用说了，这个董事长的位置你坐了。既然大家抬举我，那我就确实不公了。主持人，宣布结果吧。是。另外，杨律师，小姐有什么吩咐？好好配合，处理好我担任董事长的手续和任命。另外，把3房的股份全部冻结到公司账户，其分红每年作为员工的年终奖发放。是。做完这些事情之后，去审计局坦白自己的罪行。怎么，不愿意？不，我愿意。诸位，2天之后，我将重新为父亲举行最后的葬礼。大家想来，我欢迎；如果不来的话，我也不勉强。我们走。大姐，有件事儿阿姨只想告诉你，可是都没有机会。她嘱咐我说，等见到你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爸爸跟我说，他以前跟你妈妈是青梅竹马，后来私定的终生，怀了你。当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，阿姨在来的路上遇到了泥石流，当时新闻都报道说阿姨已经遇难，爸爸为此痛不欲生。消沉了3年，这3年里，是我妈妈一直在照顾爸爸，所以我的爸爸就跟妈妈结了婚，再后来便有了2哥。怎么从未听过妈妈说这些？他们是想等你大一点再告诉你。但是后来你也知道，阿姨因为那场泥石流，头部受到了损伤，记忆一直很混乱。也是因为这个，阿姨没有来找爸爸。因为他中间失忆过一段时间，
我妈的脑筋确实是想不太清楚。爸爸当时想告诉你来着，可你已经远走他乡。这些年里，他只要一提到你，他就会流眼泪。他说他担心你过得不好，担心你在外面受欺负。大姐，就不要恨爸爸了，好不好？他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，他这些年里一直都活在愧疚里。再说，他只想你妈妈过得开心，我们大家过得开心。可是后来，却伤害了我们所有人。对不起，阿宁，对不起。爸爸，你怎么哭了？好了，别哭了，好不好？我不生你气了。阿宁，爸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一定还在担心小雪和小杨，你放心吧，我答应了，会照顾好他们的。啊，你没死？阿宁，别难过，以后只要你开开心心的，爸爸就心满意足了。爸，爸，你刚才真的来过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如果你刚才真的来过，就让蜡烛灭掉，让我知道，好不好？爸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开心、快乐的活下去。大姐，爸的葬礼可真热闹，整个青州名流基本全来了，这一切还都是您的功劳，都是些死后的爱人罢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已经不能为父亲再做些什么。大姐，你别这么说，爸要是活着，肯定希望你开开心心的。真累呀！我先去补个觉，睡他个3天3夜。老子，你今天约龙飞这个二世祖来干什么？这家伙除了是店主的儿子之外，其他的没有一点可取之处。但是就这一点，他就已经超越了所有人。小半天，你说的那个极品的牛在哪呢？要是让我发现那牛没你说的极品，我可饶不得。别着急嘛，来来来，先坐，先坐啊！你快点吧，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？小周，你看看这对姐妹怎么样？哎呀，不错呀！哎，他们在哪呢？快带我去找他们。这个事儿吧，也还有点难度。难度？去你个球的！别给我提什么难度，快带我去找他们，我要跟他们交朋友。这对姐妹呢，是我的堂妹们。康田，哎，那更好呀，咱们亲上加亲。康田，这事你要给我办好了，以后啊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那这样，少主，我先给你说一下，我只负责把他们约出来，至于能不能追上其他的，我可保证不了啊。少主，你是先约姐姐呢，还是先约妹妹啊？这还有选择吗？我2个都看上了呀，这怎么着也得一个一个来呀。那也是，那就先约姐姐吧，看着就很有劲儿。妹妹也不错，
一个御姐风，一个清纯风。苍天，这身份不错呀。小子，就让你去惹乔宁这头母老虎吧，到时候龙王殿和他弄得不可开交，那就有的看了。阿宁妹妹，你不用开口，你主动给我打电话，我用脚趾头想，都知道你没憋什么好屁。哎，阿宁妹妹，这你就误会我了。我只是单纯的想请你吃个饭，毕竟冤家宜解不宜结嘛，给我个面子，行不行啊？你在我这儿没有面子。阿宁妹妹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你以后也不会一直都在青州待着吧？咱们搞好关系，对小雪、小杨都好。好，位置给我。宁姐姐，请坐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们店主的儿子龙飞，他听说过你，所以很仰慕你，特意拜托我一定要引荐一二。这位是？这位是我们店主的儿子龙飞，他听说过你，所以很仰慕你，特意拜托我一定要引荐一二。宁姐姐，您今天想吃点什么？我请客。不用了，我时间很忙的，还是简化一下流程。宁姐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你不是我的菜，无论你用什么手段追求我，我都不会同意的。乔康天，这就是你想看到的结果吧？宁姐姐，你被乔抗天拿刀枪使，他知道我会拒绝你的。不过我大概也能猜到，你不会善罢甘休。我还是要奉劝你，不要招惹我，否则后悔的一定是你。这顿饭记到我的账上。拜拜了，宁磊。本少好久没有遇到这么有趣有劲的女人了，今晚我一定要让这个女人睡到我的床上，你没有意见吧？不会。少主啊，本来呢，我只是想介绍你们认识，没想到被他给误会了。这次算是我的错，我再给你介绍别的女人。不行，这件事你别管了。我就知道一定会这么发展。接下来，好戏要上场了。还真是要来送死。首领，龙飞大人要进来，我们要搜证啊！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们立即将其清除。不用，将计就计。是。一气化形！你们不要出声，我跟你们走。不过，谁要是敢把我们弟弟妹妹吵醒，你们就死定了。来了，清醒。不过没关系，醒着更刺激。林姐姐，不得不说，你是我见过最有个性、最极品的女人了。是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傲劲，我最喜欢。可千万保持住，等会到了床上，也得是这个味儿。有劲儿，我喜欢。可惜没准备个小皮鞭，不然呀更有意思。不是，我说你轻点，你都快给我打破相了。你这再打下去，这不是情绪，而是情绪了。3分钟。臭娘们，你他妈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你这样够情趣吗？我早就知道你这种欲极情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
你被乔抗天当枪使了，我没想到你蠢到这个地步啊！臭娘们儿，这事没完！来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我跟你说，我爸可是龙殿店主。来人啊！快救这位啊！救人啊！乔阳呢？二少爷他去又花天酒地去了。就他这个德行，还怪父亲不把股权留给他，留给他守不住。大姐，二哥这样下去肯定也不行，咱们得帮帮他。放心吧，我现在是还没腾出手来，等我腾出手来了，就好好改造改造他。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我改造不好的混蛋。那就好。这么好的天，怎么还起风了？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该来的马上就要来罢了。麻烦早点来，也好早点解决。乔宁，你好歹呀，居然敢杀害我们店主的独子！大姐，这……放心吧，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乔宁，这是我们店主的独子，你好狠的心呐！你居然敢杀了他！乔宁，这是我们店主的独子，你好狠的心呐！你居然敢杀了他！大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可能，我们宁小姐绝对不会杀人的。她不可能杀人，难不成你们还真以为她是什么娇滴滴的大小姐？笑！你们可不要忘了，她可是国际上令无数暗势力都闻风丧胆的赤凤统领。死在她手上的人不知道有多少。赤凤首领，你在国外如何兴风作雨，我们管不着。但是你回国之后，居然杀了我们店主的儿子，这件事绝对不可能这么就算了。赤凤，我劝你不要负隅顽抗，乖乖束手就擒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会调动龙王殿所有高手以及守卫军出马。老娘，任你有通天的本领，你能抵得过10万守卫军吗？你能撼动整个龙王殿吗？听我号令！是。乔宁若敢轻举妄动，立刻开枪，不用管其他人，一律格杀勿论。这，康殿少爷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东西，你闭嘴！你，高管家，交给我来处理。可是，宁小姐，乔康天，你确定要这样做？不是我定的，而是你杀了人，还是我们店主的独子。乔宁，你他妈完蛋！不是我一定要这样，而是你杀了人，还是我们店主的独子。你他妈完蛋！伤人是我杀的，有证据吗？有证据是吧？这里有监控显示，当晚就你去过我家少主的别墅里，物证就在这里。这是杀我家少主的凶器，敢去验证这玩吗？师傅，废话少说，先随我们回去。回去之后，我们会调查得更清楚。在这之前，你必须乖乖的配合我们，不然怎么样？不然的话，就地格杀！就凭你们这帮废物，也想就地格杀我？师傅，你要公然造反吗？你真以为国法真拍不了你了？乔抗天，人到底是谁杀的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现在呢，给你个机会，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，我还可以给你个体面的死法。危险？这不是危险，是忠告。得了，乔宁，你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，就别在这跟我装模作样了。是吗？懒得跟你废话。来人，叫乔宁给我拿下！是。哼，乔宁啊，乔宁，只要将你拿下后，我便挑断你的手筋脚筋。从此以后，不管你是否活着，那你都将是一头没了牙齿的老虎。住手！谁敢乱来，我神机局绝不答应！谁敢乱来，我神机局绝不答应！
真是岂有此理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龙王殿到底想干什么？朱玄武，就是你，还真是乔宁的一条好狗啊！敢辱骂本队长？骂你怎么了？骂错了吗？我现在是在正式办案，代表的是神机局。你辱骂我，已经违反了神机局第37条，我有权利带你回去接受调查。好威风啊！朱队长，我龙王殿也不惧你神机局，这样的官话恐吓就不必说了吧？好啊，我给你这个面子。朱队长，我们这次来呢，是因为乔宁杀了我们少殿主，我们要把他带回去。你应该不会走。当然要走了。如果乔小姐杀人，我神机局自然会秉公处理。况且，说乔小姐杀人，也只是你们的一面之词。你当真要包庇乔宁了？您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。我哪里包庇了？我现在的言行举止都是按照神机局的规定在做事。你如果不满意，可以去和我们局长投诉我的。就是啊。龙王殿什么时候可以未经允许私自抓人了？你们要是都能随便抓人，那要神机局干什么？没错，难道我神机局是摆设是吃干饭的吗？楚队长，今天我们是一定要带走乔宁的，麻烦你不要阻拦我们。事后我们也会让店主和你的局长沟通。今天有我在，你们绝对带不走乔小姐。我他妈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带走乔小姐的。他妈给你脸了是不是？乔抗天，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，还是不要在我面前班门弄斧。我乃神境巅峰，你居然敢说我是三脚猫功夫？周队长，今天执意要保乔宁，是不是？没什么保不保的，这里发生了命案，我们神机局本来就是处理你们这些特殊案件的所在，于情、于理、于法，都应该由我们神机局来调查。不守规矩的是你们。行，既然谈不拢，那就不谈了。卢国长老，看来我们要强行抓人。怎么，连我们也要格杀勿论吗？枪炮无眼，若你识相的话就退到一边，不然的话，有了什么损伤，我也没办法。大姐，这下该怎么办啊？你再好听起来，事情就闹大了，到时候越发不好收拾了。乔抗天，你是想把龙王殿彻底拖下水吗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杀了我们店主的儿子，今日必须给我。不错，这件事绝不可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。我说了，我们神机局会调查清楚，但是在这之前，我警告你，最好不要乱来，否则接到神机局，只要你们想包庇，多少拿都可以。这件事我们不能让步，你们可以不要谈。但乔宁这个事，今天一定要先跟我们去龙王殿。不可能！你妈的，那就是谈不拢了！兄弟们上！那就是谈不拢了！兄弟们上！乔小姐，您先走，我来打。只要您走，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。不用管我，照顾好自己就行。谁允许你们擅自动手的？店主，小飞，谁杀了我儿子？店主，就是他，他是赤凤首领，是他杀了少店主。你就是赤凤，你在国际上作威作福也就罢了，如今你欺负到龙少云头上了。首先，不是我杀了你儿子；其次，害死你儿子的不是我，而是你。你放什么狗屁！你儿子跋扈成性，视法律规则如儿戏，就算今天没事儿，早晚也会死于非命。你娇惯放纵你儿子，你应该自己。岂有此理！杀了我儿子，现在反过来教育我，你找死！龙王殿店主也不过如此。龙王殿店主已经是当世之绝顶，居然也不是宁小姐的对手，这果然名不虚传。赤凤，你不要以为你修为高深，今天的事可以不了了之了。赤凤，你不要以为你修为高深，今天的事就可以不了了之了。我若想走，这天下间没人能留得住我。那你可别忘了，你是走了，你的弟弟妹妹可就走不了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还留在这儿跟你们废话的原因。但是这不代表我会向你们屈服。
顺从。娄小雨，你也算是个大人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应该动动你的脑子，好好想一想，到底是谁杀你的儿子？如果是我杀你的儿子，你觉得我赤凤会敢做不敢认吗？店主，赤凤行事向来邪气，当日店主见她美貌，便起了其他心思，当天晚上便派人给赤凤下药。以赤凤的性格，他岂能容忍？他一怒之下杀了少店主。如今想到还有弟弟妹妹需要庇佑，所以才不敢承认。竟有此事！这个畜生！我儿子的确做的不对，但你也应该给我个面子，留他一命，让我来亲自处理，势必给你个满意的交代。我都说了，人不是我杀的，你到底还要让我说多少遍？你的意思是？你现在就应该好好想想，你的儿子为什么会特意来青州，然后找上我，最后惨死在那？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你的意思是？你的儿子被人利用了，变成了别人手里的一把刀，而你就是这第二把刀。难道是你？请店主明鉴。此次是少店主听闻属下回省亲，这才跟了过来。属下承认，本来是想着借着少店主给赤凤找一些麻烦，但是属下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竟然如此丧心病狂，竟然杀了少店主。属下没有保护好少店主，还请店主责罚。属下没有保护好少店主，还请店主责罚。店主，证据都在这里。飞刀上应该还留有赤凤的指纹，整晚的监控也没有任何遗失，的确只有赤凤进去过。昨天的几个保镖也交代了，他们去抓赤凤，但是不敌。后来少店主就和赤凤独自进了房间里面，期间他们听到了少店主从屋里边传来的惨叫。这帮混蛋就这样看着我儿子在里面被人打死，一帮废物！我要他们有何用？保镖们已经第一时间去找抗天求救了，但是他们哪里是赤凤的对手啊？店主，属下听闻少店主求救，便火速赶往，并且通知了各位护法及其龙卫。只可惜属下还是来迟了一步，没有救下少店主，属下罪该万死。赤凤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乔抗天，闭嘴！虽然我和你有些亲戚关系，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我不可能包庇你。你明明就说冤枉我大姐，说不定人就是你杀的。好好活着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作死呢？你什么意思？威胁我，想跟我鱼死网破？我是在问你为什么要作死啊？够了，赤凤，我的人还轮不到你来教训。你也是个老糊涂蛋，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。你，来人，给我带下去！慢着，现在知道怕了，告诉你，迟了。我有证据证明，人不是我杀的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大姐，这是真的吗？你说不可能，是觉得我不可能有证据，因为你确定在你杀人的时候，没有人看见。乔宁，你别血口喷人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把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吗？赤凤，如果你有证据，就抓紧拿出来，可不要在这故弄玄虚啊！不可能的。他怎么会有证据呢？当时我已经避开了所有监控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赤凤，我倒要看看你说的证据是什么。难不成当天去少店主别墅的人不是你，而是其他人冒充？乔宁，今天就算是任你说破天，你也要为我们少店主偿命。乔震天，你当真觉得我赤凤是个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人吗？什么意思？在你第一次引荐龙飞见我的时候，我就把你后续的阴谋猜得七七八八了。你当真以为我会毫无准备？什么意思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在我打晕龙飞的同时，店主，我这里呢也有一份监控视频，是真是假，你可以自行判断。你别想混淆视听，我们是不会上当的。
店主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给蒙蔽啊！少店主真的是他杀的，如果真是他杀的，你毁他手机做什么？属下只是怕他用假视频来蒙蔽您呀。乔抗天，你是觉得我们真傻，还是觉得你最聪明？这视频不管是真是假，我们都会要最专业的专家来鉴定，到时候谎言便会不攻自破。这视频的内容嘛，我早就已经备份了。店主如果想看，随时可以。我始终相信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不可能！你在撒谎！你猜我为什么会把那把刀留在那个房间里呢？你是故意留在那儿的。对，我是故意留下。说到底，少店主还是被你给害死的。你这话说的就有意思。龙飞到底是我杀死的，还是我害死的？你得说清楚。不过嘛，你也可以赌我没有安装监控摄像头，赌我在炸你。不作死就不会死。我本来不想杀你的，既然你自己找死，那我就只好成全你。那我儿子真是你杀的，是你杀了我儿子。不是我杀的，是他杀的。我不相信他有视频。罢了，你都要死了，这一次我就让你输得明白。小雪，把手机给我。视频我已经备份到云端了，谁也删不掉。哎，别摔手机了，没用的。乔抗天，你这个畜生，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没错，龙飞是我杀的，这个小畜生他就该死。他有什么本事啊？一天到晚看不起人，对我颐指气使。畜生，乔宁，怎么，怪我？他不怪你吗？这一切都他妈因为你。怪我不该回国，我就应该眼睁睁的看着你们谋夺我父亲家产，将我弟弟妹妹赶出家门，还要怪我们二房不该反抗，是不是？你，乔氏集团是我父亲一手创立的，你们大房三房的人趴在我父亲身上吸血吃肉，还要将我父亲的一切枝干抹定，还要怪我们二房不敢反抗。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可就算是这样，大姐也没有对你们大房做什么。可是你呢，乔抗天，你都在做什么呀？居然设计杀死龙王殿的少店主，然后嫁祸给我大姐。若不是我大姐厉害，我们二房一脉恐怕都难逃一死吧。罢了，强者王败者寇。乔宁，你厉害，我说的心服口服。嘿，畜生，死有余辜！你早就知道乔抗天要杀我儿，嫁祸给你。没错，你本是可以救我儿的，是，但是你却没有救他，就是想利用我儿来让我帮你对付乔抗天。你要知道，你如果救了我儿，我一定可以帮你对付乔抗天。我是可以救你儿子，但是你的儿子追求我不成，转头就派人来抓我。像这种品行恶劣的人，我不杀他就已经是仁慈了，怎么还只能救他？儿呀，都怪爹没照顾好你。走，爹带你回家。乔小姐，我也先走了。玄武，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。乔小姐，当年在国外，要不是您的话，我们整个血魂小队早就有死无生了。此等大恩，三生难报。都是华夏儿女，不帮不助，应该的。告辞。走。大姐，我们都是乔家人，爸爸生前对大房三房们都很好，你说他们怎么就恨不得我们去死啊？傻丫头，这就是人性啊！如果父亲给他们少的话，他们可能还有点感恩；一旦给他们多了，他们就觉得乔氏是他们的，怎么还能容忍我把乔氏拿回来？大姐，二哥已经连续3天都没有回来了，这……二哥，滚开！谁让你管我？山庄，滚开！谁让你管我？山庄，
怎么，我们天下第一的大姐是想把我打死的？我知道你厉害，一回来就把三房给解决了，就连调更天这位龙王境的战神都被你逼死了。二哥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觉得大姐做错了？闭嘴！你们两个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打我！就让你把我打死啊！大姐这是干什么呀？萧玄，你别管，我心里有数。啊！于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滚开！你这个疯子，你他妈就是个疯女人！有种你就杀了我！骂呀，继续骂呀！我看你还没有骂尽兴，刚我也没玩尽兴，今天我就看看，是你先骂死我，还是我先玩死你？你到底怎么样？不疯了，那就出来吧。我问你，你到底在不爽什么？还是说花天酒地就是你的日常？不是吧？爸爸为什么这么偏心你？要把家里的股份都留着，我才是家里的独子。二哥，不是这样的。你闭嘴！该闭嘴的人是你。你又打我？难道我不该打你吗？在外面，你面对大房三房的时候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他们让你跪下就跪下，对着小雪，你倒是有能耐了。就你这样，算什么男人？他们根本就不是正常人，我能怎么办？你怕大房三房，我可以理解。你对着关心你的妹妹非打即骂，这也是无可奈何吗？你欺软怕硬，没有骨头，你好赖不分，是分不明。我要是爸爸，我也不会把股权留给你，因为留给你什么都不会剩下。留给我的话，至少我会给你一口饭吃。你扪心自问自己，想一想，爸爸这辈子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你从小被捧在手心里，过着人上人的生活，他到走之前都在为你筹谋。就这样，你对他没有一点感恩之心，只有怨恨。爸爸天生就是欠你的吗？欠到最后，就只能收获到怨恨。二哥，你都忘了吗？你13岁的时候发高烧，爸爸连续守了你3天3夜，还有你第一次出远门参加夏令营，你说跟同学睡不着，爸爸开车带着我开了300多公里把你接回家。二少爷呀，老爷生前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。二少爷呀，老爷生前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。爸爸这点股权对我来说不算什么，今天我就把它放在这儿，等你真正能挑起大梁的那一天，我会把股权一分为2，一半给你，一半给小雪。真的？大姐，我不要，爸爸留给我的已经够多了。小雪乖，听大姐的安排。哦，左边的干事，我去教室上班。我给你1年的考察期，1年之后，如果我觉得你还是不行，我就收回给你股权，把你赶出乔氏。你该不会是想故意赶我走吧？二哥，大姐不是这样的人，故意赶你走。我要是真想赶你走，现在就该滚蛋，还会等到以后？难不成你觉得你比乔震天和乔抗天更厉害？大姐，不好了！慌慌张张做事还是这么毛毛躁躁，怎么是天塌了，还是乔家要破产了呀？大姐，各家供应商还有和我们乔家的合作商今天突然宣布，要和我们乔家断绝合作关系。这样下去，那我们乔家可真就破产了。哥，怎么回事啊？笑话，我们乔家市值1000亿，从来都是我们挑选别人，怎么还有被人踹窝子的时候？运转不下去，笑话。市值1000亿很了不起吗？我霍家抬手可灭。燕姐，你这是？燕，他是谁？乔震天是我亲哥，乔一辉是我亲爸，你说我是谁？哦，三房的，三房不是完蛋了吗？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得找地方躲起来，别出声，不要上赶着到我面前来找死。
难不成你觉得你比你哥、你爹都厉害？女人，在我面前不要太嚣张。你乔氏集团虽然市值有几千亿，但是流动资金并不3亿。我已经停了你们所有的供应，如果不能及时解决，就等着破产吧。你又算哪根葱啊？霍少你都不认识，真是不用管。霍少，你跟霍少坤是什么关系？那是我堂哥。小朋友，你堂哥在我面前都得低着头做人，你还是赶紧带着你小女朋友滚出这里，免得到最后大家面色都不好看。我堂哥在你面前都得低头做人，你是没有睡醒吗？你乔氏集团在我霍家人眼里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不想跟你废话，我给霍少坤打电话。我等着你给我堂哥打电话。这个霍少坤，关键时候不见人。算了，怎么装不下去了吗？赶紧滚，别搞得我不开心。乔宁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今天我来就是让你让出董事长这位置。要我把这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你，怎么样？行，你来做。你先别得意，我要求重新召开董事会。你都不是董事，有什么资格召开董事会？行了，你们废话少说吧。不想公司完蛋，就立刻召开董事会。同时，我还会注资一部分，给我们小燕买一些股权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有资格来做董事长了。看不出来啊，霍少还真是个痴情的人，为了博美人一笑，这么舍得下本。行啊，只要董事们没意见，我也没意见。通知下去，让各位董事过来开个会。是，大姐。董事长好。都到的差不多了吧？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这位乔燕，想必大家都认识，她现在让我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你，只要你们同意，我也没意见。这不是胡扯！乔燕，你有什么资格做董事长？你连董事都不是，而且你那学历还是从国外买回来的，你凭什么做董事？凭你漂亮？你有我们宁小姐漂亮吗？怎么好意思在这张这个口？要事儿就干脆报警把他抓走。是啊，大姐，他哥之前不是要把我们运到无人区去喂养好吗？这样，大姐，你把他也运到无人区去，我们凭什么好好跟他讲道理啊？他哥之前得势的时候也没好好和我们讲道理，对吧？对呀，谁说不是啊？都给我闭嘴！都给我闭嘴！他妈谁呀？跑我们乔来耀武扬威！老子是地京首富霍家的人，霍天豪是我大伯，你说老子是谁？霍家人在我们董事长面前算个屁！霍家人怎么了？霍家人在这里就算个屁！你们一帮子蠢货，难道不知道我已经断了你们的供应商和合作商吗？你们他妈的资金链都要断了，就要破产了！现在知道害怕了？只要你们把乔姨拉下马，再选我们家燕燕当董事长，我不仅可以恢复你们的供应商和合作商，还可以给你们注入一些资金。董事长啊，真的断了我们的供应商和合作商？好像是的。现在知道选谁当董事长？对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快选吧，这位置坐的我也累了。算你识相。不行，你小姐背上牛着，这是在考验咱们。我欧阳元只认宁小姐做我们董事长，谁来都不行。哪怕今天乔氏倒闭，我也只认我们宁小姐做董事长。对，我们就只认宁小姐做董事长。你们没办法，众望所归。既然这样，我就只能勉为其难的来做这个董事长了。你别得意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要让你今天乔氏集团就破产。赵庆，我现在命令你动用霍家所有资源，全面阻击青州乔氏集团。1个小时内，乔氏集团如果没有破产，你就等着被开除吧。你完蛋了。大姐，怎么办啊？这就是我对你的报复。你不过就是一只井底之蛙，真以为赢了乔氏内部的董事长，自己就是个人物了？叹气。
你们今天都死定。什么？我们的股票被恶意做空，正在狂跌。不好了，董事长，我们的各大楼盘都被获释的人封了。他们说我们的楼盘有质量问题，要配合部门举报和封杀我们。我还不知道，小小的霍氏有这么大能耐呢，还能封杀我们楼盘。这才刚开始呢。你居然敢打我！我给你脸了。来人，给我把这臭娘们摁住了！我今天还要好好教训教训她。他嘴过深了，看他还狂不狂？乔宁，你看到了吗？你身边没有一个人站着，这就是你们做人太失败。我呸！敢给我们宁小姐作对，你是自己找死！就是，宁小姐呀，哪需要我们帮忙呀？原来你很会打呀，哼！不过会打又能怎么样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还敢杀人不成？你得罪了我，你们乔氏集团马上就要完蛋了。只要你现在跟我们跪下，再把这个董事长的位置让给我，或许我们家君和就会原谅你。不然的话，乔阳，你别太过分，这就是过分了。你们把我爸还有我哥送进监狱，难道这不过分吗？那是因为他们犯了法。大姐，和他们废什么话？把这两个人丢到无人区喂野狼去，那是犯法的。那乔振天为什么可以这么做？大姐，您给安王打个电话，他那么听你话，让安王来处理这件事情，再不过了。大姐，你打我干什么？你要不要听一听？你自己在说些什么？把人坑运到无人区丢弃，那是在违法犯罪。那乔振天呢？他的下场呢？你也想下半辈子去吃牢饭是吗？乔瑶，你现在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很有问题，解决不了问题就去解决人吗？我警告你，这辈子都不要去违法犯罪，尤其是你以后如果接手了乔氏这么大的集团，如果用心不纯，你只会一步步走向深渊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大姐。像你这种娇生惯养的人，如果真去吃牢饭，你受得了？你本该可以锦衣玉食的过一辈子。如果犯罪，那是最傻的事儿。有些人违法犯罪是为了博取一线生机，而你呢？犯罪是为了什么？我他妈的够了！啊，都大祸临头了，搁这搞家庭教育呢？啊，把我当了个人没有？不好了，我们乔氏股价已经腰斩了，现在各种负面消息满天飞啊！董事长，这下该怎么办呀？乔娘，你现在唯一的生机就是过来给我和燕燕跪下来道歉，然后再把你的董事长这次给我让出来。你这种跳梁小丑，打你我都嫌脏了我的手。你是个猪吗？什么都不懂，在这里胡搞八道。你这种跳梁小丑，打你我都嫌脏了我的手。你是个猪吗？什么都不懂，在这里胡搞八道。你还敢打我？给我闭嘴！军哥，你怕他干什么？霍少坤，立刻带着你爹滚来乔氏。今天的事儿，如果不给我个交代，就等着霍氏被除名吧。大姐终于出手了。对呀，这才是大姐。现在好了，没问题了。这才是咱们董事长的性格作风。争强做事，居然还让霍大少和霍首富过来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姐姐说说？乔宁，没有人敢这么跟我大哥讲话，你这个谎话太拙劣了。你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吗？你再敢多说一句，我撕了你的嘴！现在都给我等着！霍少军，你给我滚过来！大哥，大伯，你们怎么真的来了？你个狗东西，谁让你在这胡搞乱搞的？我在朝阳家害死你了！打！我很打！不能再打了！少林，这是天大的误会。您放心，乔氏集团所有的损失，我霍家愿意双倍补偿。另外，这个小畜生，我一定好好的惩处他。怎么惩处？4罚3杯。这林小姐，我们会将他逐出霍家，他不再向霍家一丝一毫的觊觎了。行吧。多谢。大哥，大哥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你还有脸问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女人
动用霍家资源不说，仅仅1个小时就耗费上百亿资金，霍家就算再有钱，也没有你这样挥霍的。我不是气不过吗？气不过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天子一怒，不是百万。知不知道你差点让霍家万劫不复？以后做事能不能过脑子呀？大哥大伯，这不至于吧？不至于。你知不知道乔云小姐到底是什么人？二位，我是谁重要吗？这件事情的重点是我是什么人吗？我大姐的意思是，如果我大姐是普通人，你们霍家就能这么欺负人啊？我们霍家就是这么为人处事的吗？薛小姐，宁小姐，你们的意思我们知道了，这件事一定是个误会，你放心，以后绝不可能再犯。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霍家人。混！大哥，不要啊！大哥，我错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霍家人。混！大哥，不要啊！我错了。拖走！大伯，大伯，我给我一次机会，我错了。大哥，大伯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还不快滚！乔宁，你不能好死！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大姐？明明是你们三房的人作恶多端，你们才该死！行，你们赢了，无话可说。乔燕，你少在这里信口弹，你大哥什么人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你知不知道那天董事会上你大哥做了什么？他想把我们仨手脚打断，然后丢到无人区里去喂狼。但是你们现在好多人都要站着，我大哥和我爸他们进了监狱，那是因为他犯了法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怎么？你觉得你们家里人比别人高贵，犯了法杀了人，不需要受到惩罚吗？我不服，就算你们说破天，也是你们二房无理。看来还是我太过于仁慈了，才能让你在挑衅我之后，还能在我面前因阴谋愤怒。小杨，给暗王打电话，让他过来。大姐，早该这样了。有些事儿我能做，但是你不行。知道了，大姐。喂，我是乔阳，是暗王吗？马上带着你的人来一趟。对，我大姐办公室。装模作样给谁看的？别以为我怕你们，你少跟他废话，我也懒得跟你废话。慢着，我让你走了，直接给你机会你不走，现在想走，晚了。你们想用强是吗？你们是强盗吧？信不信我报警？让你报警？如果你讲，我们可以用讲理的方式跟你沟通；如果你不讲理，我们也可以用不讲理的方式对你。真以为你们三房可以无法无天吗？宁小姐，各种负面消息已经清楚了。我们公家恢复，还比以前更高，太好了！宁小姐，我们已经对外宣布，向乔氏集团注资300万。谁敢在这里找事？找死吗？拜见赤凤大人。起来吧。是。汉王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在这里捣乱。什么？好大的狗胆！来人，给我把她的手脚打断，脸也划了。宁姐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，你饶我这一次。现在才知道后悔，晚了。带着去处理吧，不要，别脏了这儿的地儿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姐，你真的让他死啊？这不好吧？傻丫头，吓唬你的。暗王没来之前就给他发消息了，让他吓唬一下就行了。唉，真是可惜呀，乔燕这个人就不能放。看来我的话，他并没有听进去。宁小姐，晚上有没有空？我想请你们吃个饭。没空，你们走吧。大姐，这个霍家大少爷好像挺喜欢你的，你怎么拒绝他呀？对我有意思的多了，对我有意思的多了。我才不信呢！怎么，不漂亮，没有魅力吗？当然漂亮了，不过这个世界上敢追你的男人不多呀。找打呀你！
大姐，知府大人，这娘们儿不惊吓，刚拖出去就晕死过去了。我们把她已经丢到垃圾桶里了。守着点儿，叫你们的人，等她醒了再撤。是。审计局朱玄武，乔先生是吧？我们怀疑你和6个月以前一起打架斗殴案有关，请你回去配合我们调查。我什么时候斗过殴？还有，谁派你来的？我要见我大姐。就是你大姐让我。不可能。不信你可以自己问她。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什么情况啊？是我叫他们来的，你配合点儿，跟着去吧。放心，不会关你太长时间的，也就3个月儿。凭什么呀？为什么？等你出来之后就知道了。带走吧。大姐，你不能这样，大姐。阿娘，我订了中午饭，以后带着小雪，咱们一起去吃，怎么样？好呀好呀。之前叫我首领，后来叫我宁小姐，现在直接叫阿宁了。过段时间就得叫老婆了。要真是这样，小雪，你想要什么我都满足。行了行了，再吃下去我可真的要生气了。饭先不吃了，算算时间，该把你二哥接出来。我跟你们一起去，走。大姐，我以后再也不干那些什么违法的事情了，那里边太惨了，太惨了，我再也不想进去了。小杨啊，你生来富贵，什么都不缺，所以才会对法律缺少敬畏。不过你一定要记住啊，你一旦违法，可就不止关你3个月这么简单了。我知道了。你谁呀？凭什么教育我呀？他，你管他是谁？他说的对，你就听着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大姐。大姐，疼！哎呦，我听，朱队长在里边天天教育我。好啦，二哥，我们赶紧洗个澡，然后吃饭吧。不吃肉，吃各种肉，那里边的饭都是给猪吃的，苦死我了。老爷啊，您在第2道遗嘱里交代，若是宁小姐对付不了大房和3房，就将股权拆价卖出，分给3个孩子。现在看来啊，这第2道遗嘱算是用不上了。老爷啊，您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宁小姐她很棒，她把这个家照顾得很好，很好。